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拜登需要扩大对中国的半导体制裁。外交政策，海军分析中心 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 顾问萨姆尔·本德特 Samuel Bandit 表示，美国应该扩大对半导体的出口管制，使其超出目前对最先进的16奈米或更小节点的限制，以防止中国主导成熟节点晶圆的生产。本德特建议，出口管制应该扩大到28奈米及以上的市场，以阻止中国在该领域获得全球市场份额，这可能会使其对美国经济有一个杠杆，在台湾或日本等问题上获得让步。本德特认为，将16奈米标准修改为40奈米将有利于美国，这将阻止美国工程师和公司帮助中国开发成熟节点，并要求日本和荷兰禁止所有近末视光刻机的销售。这将冻结中国的生产扩张计划，迫使北京多支付数10亿美元来开发只有西方公司才能掌握的机器，或者让美国制造商更容易实现增长，而不会受到接受国家支援的掠夺性做法的中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尽管中国在成熟节点晶圆方面的野心带来了风险，但拜登政府目前的政策仅限于尖端晶圆。如果华盛顿现在采取果断行动，它可以阻止中国为台湾战争制造所需的筹码。印度国防计划成为普京战争牺牲品。外交政策，印度对俄罗斯军事装备的严重依赖不太可能很快改变。尽管俄罗斯国防工业自2022年初入侵乌克兰以来一直在努力补给自己的部队，这是由于印度武装部队操作的大量俄罗斯制造设备。战前，印度已经在努力使武器供应商多样化，包括转向更大的国内生产，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对俄罗斯现有的庞大武器库产生重大影响。印度陆军90%以上的装甲车，69%的空军和海军作战飞机，44%的海军潜艇和军舰都是俄罗斯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直接影响将是印度大部分来自俄罗斯的国防设备的可用性减少，这将使补充弹药储存变得更加困难，并对作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新德里在从俄罗斯交付关键设备、备件和弹药方面面临延误，以及全球对莫斯科实施金融制裁后的付款问题。在过去15年中，为了提高设备品质并增加战略自主性，印度还寻求使其设备供应商多样化。美国公司一直是印度多元化努力的主要受益者，自2008年以来签署了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合同。以战斗机为例，印度空军有33个前线中队，其长期计划是将行动扩大到42个。从法国订购的36架阵风仅够其中2个中队使用，而使用俄罗斯飞机的20个中队则足够。莫迪政府已将国内武器生产作为更广泛的印度制造计划的一部分，也称为本土化，但到目前为止，结果好坏参半。阿富汗大使高举旗反对塔利班。外交政策，阿富汗流亡外交官一直在努力适应没有政府或国际社会承认的生活。塔利班于2021年8月接管后，阿富汗由60多个大使馆和领事馆组成的网络被切断了支援和政治权利，只有5个国家——中国、伊朗、巴基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选择承认塔利班。许多与外交政策交谈的人承认遭受幻灭、抑郁和强烈的被遗弃感。作为阿富汗最后一批国际公认的代表，大使馆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无论是物质上还是象徵性上，都与外交官的个人战斗几乎没有区别。驻荷兰大使 Homeyoon Ssiz 是该国为数不多的流亡外交官之一。他透露，为了削减成本，他已将家人搬到巴黎大使馆楼上的旧办公室，而另外2名外交官的家人则住在一个破旧的相邻领事区。在布鲁塞尔，同时获得欧盟和北约认可的 Naxifullah Selarze 大使称工作量减少到以前的10%，
现在很少有人来敲门。另一位在伦敦工作的匿名外交官承认，不可能否认政府和政客是阿富汗崩溃的重要参与者，国家不够强大，他的能力还不够。为什么？这是因为管理国家的政客之间的腐败和不信任。流亡阿富汗外交官的经历表明，前政府的垮台速度极快，在某些情况下助长了阴谋论，即美国背叛了其保护阿富汗盟友的承诺，并在世界各地的阿富汗外交官中造成了幻灭感和被遗弃感。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的真空使最后剩下的外交官努力寻找工作的意义，同时面临工作量的缩减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将他们的黑色衬衫换成了阿玛尼西装。外交政策，极右翼领导人乔治亚·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在意大利的当选标志住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政治继承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取得了成功。历史学家大卫·布罗德 （David Broder） 在他的新书《墨索里尼的孙子：当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中说，布罗德强调了意大利后法西斯主义传统，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植根于此，及其通过重新定义保守主义以整合法西斯参考和人员在塑造意大利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布罗德还探讨了极右翼政党如何寻求在身份和移民问题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强调自然家庭和防御非法移民。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于1994年与新成立的 Forza Italia 一起将后法西斯政党宪法化，使他们合法化进入政党体系。布罗德认为 MSI 领导人 Gianfranco Fini 放松了该党与其法西斯历史的联系，并使其重新命名为全国联盟。梅洛尼的政党符合欧洲和美国的极端保守运动。布罗德指出，他与匈牙利、波兰和西班牙的代表以及激进的共和党有联系。虽然梅洛尼政府一直试图不挑战意大利在北约中的地位，并避免与布鲁塞尔直接对抗，但他已经推动了身份和移民问题。最近，他的政府向市场们下令，他们不应该为同性父母的孩子登记，这标志着政治和社会上的倒退。据米兰左翼市长朱塞佩·萨拉 （Giuseppe Sala） 说，采矿、漏油、军事基地威胁菲律宾岛屿。外交官，被称为亚洲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西部沿岛的居民成功地阻止了他们岛上的采矿勘探活动，环境部门此后下令暂停镍矿石勘探许可证。西部沿居民通过形成人民路障进行抗议，这些抗议活动的成功激发了巴拉望布鲁克角的居民对镍矿开采作业形成类似的路障。一艘从民都洛岛和西米沙烟群岛部分地区运载80万升工业燃料的船只沉没造成的漏油事件摧毁了该地区，并有可能影响旅游目的地。这场灾难使32661个家庭流离失所，并摧毁了珍贵的珊瑚礁和其他海洋生物。民都洛岛的危机和当地对采矿的抵制应该促使当局审查正在进行的威胁环境的专案和计划。可能对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直接损害的专案需要监测。这包括在该国最大的岛屿吕宋岛建造新的美国军事设施，这可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但在新闻和评论中很少讨论。安瓦尔·易卜拉欣 Anwar Ibrahim 政治效忠囚犯。外交官，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 Anwar Ibrahim 是伊斯兰青年运动的前领导人，他在应对反对派批评、内斗和派系斗争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时面临住政治钢丝。虽然马来西亚不是军事独裁国家，但由于政治实践扭曲了良好的治理规则，其民主制度是脆弱的。虽然马来西亚代表住比缅甸更稳定的民主环境，但安华发现自己被夹在巫统的民族主义马来盟友和极端马来反对派之间，这加剧了对马来人权利、特权和繁荣受到威胁的恐惧。与此同时，来自反对派的压力正在增加，高级成员被指控腐败和洗钱。安华面临的挑战是保持他在自己的支援者中的声望，
他们希望看到民主改革和采取行动来解决贫困、公民自由和社会正义。然而，反对派将这些改革描绘成为为了马来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安华是西方捍卫自由和 LGBTQ 权利的偶像，但这一立场在国内是站不住脚的。安华澄清了同性恋在伊斯兰教中是一种犯罪，并确认来自所有种族和信仰的宗教人士都反对 LGBT 倾向和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迫使整个社会接受同性恋、女同性恋等。虽然安瓦尔通过反对派的批评、内斗和派系斗争来确保自己的地位并保持自己的受欢迎程度，但他的进步形象在他试图保持对权力的控制时已经遭受了打击。迫切需要将他的政府提升到政治权力游戏之上，这对于他的马来西亚马达尼愿景正义的梦想成为现实至关重要。超越美国海岸线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第27任司令琳达 ·L· 费根海军上将的对话。CSIS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琳达·费根海军上将将在4月4日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虚拟讨论中讨论该国沿海机构在其境外不断扩大的足迹。费根海军上将于2022年6月被任命为现职，领导航海服务的所有全球业务，以及42000名现役人员、7000名预备役人员和8700名文职人员。讨论将集中在海岸警卫队在印太和北极地区可以发挥的战略作用，以及费根海军上将在部队内部的领导、招募和保留方法。限制海平面上升的理由。外交事务。根据一篇新的专栏文章，气候宣导者需要一个不那么抽象的目标来团结全球努力应对气候灾难，而不是理想的 1.5 摄氏度上升限制。海平面上升的上限包括2英尺或 0.5 米，与最积极的减排情景一致，将提供一个更切实的目标，因为海平面上升将说明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沿海社区的危害有多大，并导致保险费用增加。气温上升对气候动力学做出了许多人缺乏的假设，因此这将允许更容易地可视化气候变化的影响。海平面上升的上限可以说明世界各地的州和地方政府改善海平面上升的规划，并通过强调在海岸线附近建设基础设施的危险来激励更好的选择。此外，这可能有助于遏制涨潮对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和财产保险市场的威胁，总价值为263亿美元，从而有助于确保该州的经济可行性。科学家警告说，世界实现 1.5 摄氏度目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各国必须致力于消除二氧化碳，特别是甲烷的排放，开发从大气中去除碳的技术，加快对太阳辐射管理等气候干预措施的研究，加大力度，在已经不断变化的气候面前建立复原力。这些努力与确定海平面上升的上限一起，可以为气候政策谈判提供动力和视觉说明。2023年全球安全论坛跨大西洋防务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将于4月5日星期三在 CSIS 总部举行年度全球安全论坛 GSF， 虚拟参与者将发表意见。会议将汇集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导人，讨论全球最大的安全挑战，包括当前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克里斯托弗·格雷迪海军上将发表主旨演讲，拉开会议序幕，将强调与欧洲盟国的合作，以解决弹药库存问题，并使未来国防军的技术创新现代化。谢谢收看评论简报。